胸锁乳突肌的造型呢，类似一个棒球棒，上端大，下端小，然后在外侧下边还穿出来一个扁平的这么一段，我给这里画一个横断面，锁骨的形状。这里是肩胸部的整体结构，从骨骼，然后一步步的去添加它的肌肉结构，构成一个完整的解剖结构。这里是斜方肌，斜方肌的上半部分，肌肉和肌肉之间它是有骨骼的造型的，并不是完全的紧贴着的。然后肩三角肌在这里和这里呢，分别有一个拐点，就是稍微概括一点的话，就给它画成一个类似于梯形的一个这个形状。肩三角肌，这里呢是胸大肌，这条边是胸大肌和肩三角肌之间的这个边界，也是呢肩三角肌前束的轮廓。胸大肌指点是被肩三角肌压住的。胸大肌最下边一束，它是一直结束在第6类的肋软骨，所以要更往下一些。胸大肌在腋下的这个部分呢有穿插，上面这一束压着下面这一束，这一束呢再压着再下面的这一束。然后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凹进去的一个面，这个呢我们可以叫它肩窝。这是锁骨，这里是胸锁乳突肌胸骨端，这个是锁骨端。然后颈部的横断面，这个是颈部横断面的左右前后的方向，也是交在这个圆柱朝向的，这个圆柱是倾斜的，所以说它的前后左右的十字交叉线是这个样子，这个状态。这里是肱骨，我们可以呢把它概括成一个手臂的圆柱。这里是胸腔。那么下面的这个呢是肩胸部的整体造型，同样的图有3个，我们可以呢描一个，然后在另外的2个里面去画它的解剖结构，可以画它的骨骼，也可以去画它的解剖。那么我们在这张图上去画一下它的解剖结构。像这个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强壮的男性，他的肌肉呢形状还是比较清楚的。然后斜方肌一直连到这个位置。颈部的横断面呢类似一个5边形。后面这里是斜方肌，两侧是胸锁乳突肌。胸锁乳突肌的造型呢类似一个棒球棒，上端大，下端小，然后在外侧下边还穿出来一个扁平的这么一段，我给这里画一个横断面。锁骨的形状。胸大肌，然后手臂的肌肉呢，我们先不去管，先主要研究胸腔、肩胸部这个部分。如果我们自己在画的时候，画不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解剖图。两侧胸大肌呢也不是紧贴在一起的，中间的这一块是胸骨前表面，这里是剑突，可画可不画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去画一下它的骨骼结构，从这个位置是这个锁骨的内侧，胸骨端，在这个2个头下边是胸腔上端，往后走一个倾斜的圆面，然后往下走，从2侧分别往下，以一个顺滑的流畅的弧线接到胸腔下边的这个造型上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胸腔的造型。然后我们接着这里把锁骨的形画出来，两侧的锁骨呢一起构成了一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呢比较像自行车把，然后呢也像一把弓。这个大圈是肱骨头，
肱骨可以在这里呢稍微的概括一下。然后肱骨头对着的这个圆面是关节盂，肩胛骨上的。后面这个小圆圈呢，它是喙突。关节盂这里它是一个扁的、立着的、微微斜朝前的一个小圆柱。这里是肩胛上角，这也是可画可不画的结构，因为我们在画前面肌肉结构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去画到这里的。然后加一个颈部圆柱，在这个胸腔上端这个圆面的上边接出来一块，这是它的骨骼结构了。如果说我们在画的时候能够根据一些参考，在这张图上面去分析出来它的骨骼结构和肌肉结构，那么你对这个部分的理解就会比较深刻了。那么你再去画这些人体的时候呢，也知道怎么的一个搭建的逻辑了。然后多去描呢，也可以增加熟练度，也就是常说的手头功夫，对这些形的描绘，对这种笔的控制，可以比较自如的画出自己想要的线。对于线条的粗细、轻重，这种控制。当你对内部结构很了解的时候，你再去画这个外形的时候，外形上面的一些变化，你也知道它是怎么来的，它是由内部的哪些结构构成的。产生动态的时候呢，也知道哪一些结构是由于什么样的动作产生的这种特征等等。